女友为帮白月光赢得深潜比赛，故意扎破我潜水用的氧气瓶。我在深海差点淹死，狼狈地拼命上滑，他却挽着白月光的手十指相扣，站在岸上哈哈大笑。看他那狗刨似的游泳姿势，看着真好笑。后来他的白月光荣获冠军，出尽了风头，而我却自此断了潜水生涯。女友不以为然，一点小事计较成这样，大不了我跟你结婚补偿你，行了吧？我嗤笑，摇了摇头，拿出律师刚你的起诉书。我的意思是你蓄意杀人，等待法律的制裁吧。宋小姐，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明哲拿冠军是实至名归，他不仅有天赋，而且每天练习，早已经能熟练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不像某些人，但凡出现一些意外就乱了手脚，跟只狗一样，连脸面都不要了。颁奖台上，宋婉作为傅明哲的家属出席，两人十指相扣，发表着获奖感言。玩笑般说完最后一句话后，全场骤然哄堂大笑。这次比赛在业界广受瞩目，全程直播，因此大多数人都知道宋婉说的人是我。婉婉，也别这么说，宋哥只要多练习，也会变得很优秀的。一旁的傅明哲笑道：“如果说之前还给我留着脸面，这句宋哥几乎是告诉所有人，刚才宋婉说的是谁。”宋婉也没阻止，叹了口气道：“希望如此吧。”两人很快转移开话题，在台上嬉笑着讲述这次比赛。我站在台下，手脚发麻，整个人天晕地眩。不知道是因为还没有从生死的恐惧缓过神，还是因为对宋婉心寒。换作以往，我或许要情绪失控找他争辩，然后被他阴阳怪气，两人再大吵一架。可现在我却极力地压制住了怒火。太多次了，为了傅明哲，宋婉没少寒我的心。之前在我训练的时候，看到傅明哲走过来，他突然将我的头死死地摁在水里，随即又在我快生气的时候，笑着说只是想要锻炼我的肺活量。为了和傅明哲单独待在一起，他故意将我扔到离家近100公里的郊外，拿走我的手机和车钥匙，自己开车离开。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向他质问的时候，他却不以为意。你一个大男生能遇到什么危险？我是想练练你的身体素质，这也是为了你好。更何况不就是跑2步的事吗？我和他吵过闹过，但没用，次数多了，他反倒打一耙，责怪我小肚鸡肠。不明真相的人看她是个女生，也帮她指责我作为男朋友不应该那么小气。我也曾怀疑过自己很多次，说服自己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可今天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他对我做的事情已经无关考验，他的行为触及了法律。采访结束，宋婉和傅明哲抱着专属冠军的金灿灿的奖杯走到我面前。沈宋，你的脸色怎么看起来那么差？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因为我这次抢了你冠军的风头？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奖杯应该是属于你的。傅明哲慢条斯理的一边说着，一边做事将奖杯递过来。果不其然，宋婉立刻拦住他，将奖杯塞回他的怀里，冲我翻了个白眼。你辛苦得到的奖杯，给他干什么？你让他自己说，他配吗？我语气淡然，确实不配。宋婉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得意地冲傅明哲挑了下眉。我继续道：这种拿肮脏手段得来的奖杯，只配得上你和傅明哲。宋婉一怔，很快紧皱起眉头，朝我怒骂：什么意思？你自己技不如人，在这儿乱酸什么？换做以前，看到他生气，
我已经紧张，不敢再解释了。可现在我出乎意料的冷静，不卑不亢。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氧气瓶动了手脚吗？宋婉心虚地挪开眼。谁动你氧气瓶了？傅明哲也轻声道。沈宋，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说话之前还是要过过脑子。婉儿是你的女朋友，你怎么能这么污蔑她？你有证据吗？当然有。我朝不远处抬了下巴。比赛前的备战间都有监控，谁动的我的氧气瓶一看就知道了。我随口一说，宋婉的脸色却蓦地变得煞白，就连傅明哲也闭上了嘴，神态紧张地朝宋婉看过去。见状，我不由得冷笑。备战间当然没有监控，只是说出来炸他们的。昨晚向来不关注我比赛的宋婉突然关心起我在赛事的安排，还找我要了储物柜的钥匙。我本以为他是在关心我，却没想到他真的是为了做手脚。法庭见吧！我转身便走。宋婉3两步追上前，用力地攥住我的手腕。刚才在水里滑得太猛，我的手臂肌肉拉伤，被他这么一拽，有些发疼。我一把推开他，宋婉踉跄2步，微怔地看着我。最后他冷了脸：“行了，沈宋，别闹了。而且你现在不也没事吗？我知道你想拿这件事逼我跟你结婚，过段时间我就嫁给你，就当赔偿你了，行吗？”说着，宋婉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傅明哲。我忍不住内心冷笑，换做以前，他要跟我结婚，我当然欣喜若狂，会原谅他所做的一切。但现在我已经不稀罕了，他想嫁，我也不想娶了。我求婚10几次，他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拒绝，嘴上说自己喜欢单身。但昨晚我才无意中听到，他其实是在等傅明哲跟他表白。但凡傅明哲答应，他都不会再在我的身边待1分钟。宋婉还在喋喋不休，我嗤笑一声，打断：“该别闹了的是你，宋婉。”宋婉一愣：“你什么意思？”我将手指上的对戒摘下来，扔到旁边的垃圾桶。分手的意思？宋婉惊愕地瞪大眼睛：“你要和我分手？”我点了点头。出乎意料的，他的脸色却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兴，看起来甚至有些生气和委屈。奇怪，他之前为了傅明哲和我闹过那么多次分手，有一次甚至当众在俱乐部给我一个耳光，让我向傅明哲道歉。分手不是他想要的吗？他还在委屈什么？宋婉叹了口气，走到我面前，踮起脚尖，亲了亲我的喉结。好了，别闹了，行吗？他柔声朝我说道。他唇上温热的触感仿佛还留在我的脖颈，换作以前，我早就被他这番撩拨俘获，既往不咎了。这种打一棍子再给颗甜枣的行为对我很有效果，可现在我只觉得脏，用力地擦掉他刚才触碰过的地方。这次宋婉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沈宋，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言尽于此，你自己冷静冷静吧。说完，他拉着傅明哲瞪了我一眼后转身离开。这是要跟我冷战？以前也是这样，他理亏的时候便晾我几天，过不了当晚，我就会为了我们的感情不得不去向他低头道歉。这次我内心异常的平静，即便不远处的傅明哲冲我投来一个得意挑衅的笑，我都心如止水，没有一丝生气的感觉。只希望等上法庭的时候，他还能这么笑得出来。我回到家后便着手整理材料，虽然备战间没有监控，但或许他以为我不会真的去法庭告他，所以漏洞百出。很快我便找到了不少证据，我全部整理起来，准备交给律师的时候，还是犹豫了一下。看着全套的潜水服，我想起来很早之前，我从高薪工作辞职去潜水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反对的。父母感觉潜水有危险，不如稳定工作，安全又有保障。朋友笑我在安逸环境待得太久了，期待着看我怎么因为潜水作死。还有一些不熟的人，得知我要潜水后，表面说挺好，背后却阴阳怪气说他们以后不想工作，也拿这种花哨的借口。那时候每个人都看笑话一样看我，等着看我怎么后悔，怎么灰溜溜的再重新跑回工作岗位。当时的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就在我决定放弃的时候，宋婉出现了。他准备了2套潜水服，拉着我在海下看鲨鱼，看瑰丽的珊瑚礁，看结队的小鱼群。最后上岸后，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世界很大，万物也在不停更迭，他们不过是你生命里的过客，经过的时候无聊，所以对你指手画脚一番，但生活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你。为什么非要为别人活着呢？海风吹起他的发丝，阳光落在他的身后，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是金色的，泛着刺眼的光芒，就连我前行的路仿佛也被照亮了。所以这么多年，无论他做的再过分，我都会想起那天，然后说服自己包容他。正在这时，手机响了一声，我点开发现是一条宋婉和傅明哲的采访视频。记者知道宋婉是我的女朋友，犀利质问这次比赛我为什么会表现这么差。宋婉沉默着，不知在想什么。这时傅明哲笑着出了声，也别这么说，沈宋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听到傅明哲这么说，宋婉回过神来，立刻冷笑一声，不屑道：他能有什么好学习的？你可千万别学他，再被他带歪了。我平时都没见过沈宋多努力，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身前都能拿第一，说不定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呢。反正你们别学他就是了。这话一出，全场哗然，更多的记者将话筒对准他。宋婉似乎仍没有意识到场合不对，继续喋喋不休说我的缺点。视频弹幕上开始飘出各种骂我、怀疑我作弊的言论，甚至有同事也站出来证明。可明明宋婉一直都知道我把时间都花在照顾她上面，但每天我还是会抽时间去练习。有时候凌晨3点，我还泡在海里。我清楚她说的是气话，每次冷战都是如此。最开始她是跟朋友吐槽，导致他身边的朋友都看不惯我，纷纷劝分。到后来，他开始在傅明哲和我的同事面前各种歪曲事实，每次我都要遭受大家白眼，然后跟他们想方设法解释。直到现在，宋婉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对我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她是我的女朋友，话里的可信度比其他人更高。我在潜水圈内已经有了一定名气，这次比赛又影响很大。他这番言论传出去，相当于直接断了我的职业生涯。果然，很快我的老板给我发了条短信，委婉地告诉我要和我解约。我匆忙给老板打电话，试图跟他说清楚，可接通后，老板的语气明显带着怒意。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关于你作弊的通告，影响很恶劣，甚至还有人怀疑我们俱乐部有问题。我们都要想办法证明清白。坦白讲，我也想留你，但你应该也知道人言可畏。我劝你管好自己的女朋友吧，不然以后还不知道要捅出多大的篓子。说完，不等我回话，老板直接挂断电话。我在网上一搜，这才发现圈内的论坛上关于我作弊的言论已经铺天盖地了，甚至还有人添油加醋抹黑我。短时间内发酵这么快，肯定是买了热搜。是谁不用说，我不相信宋婉没看到，但自始至终他没替我说过一句话。想了想，
我还是给他打了一通电话，但他没接。电话响了2声后，很快被挂断，紧接着发来一条短信：我在忙，晚会儿回去再说。我倒是没想到他还会给我回消息。往常每次他挂断我的电话后，都是一声不吭，好像连给我发一个字都奢侈。但很快，我便看到傅明哲在微博下发的动态，配文：荣誉和爱情，虽迟但到。图片是餐桌上摆放着2份精致牛排，中间是一个心形的蜡烛。虽然拍摄手法随意简单，但能看得出来是用过心的。仅从图片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暧昧。虽然没有露出女人的脸，但我依旧能从衣服认出来，那就是宋婉。她身上的礼服是我去巴黎出差的时候专门找业内的设计师重金定做的，本来说要等重大场合官宣的时候穿给我看的。原来他的忙就是和傅明哲在一起。下面评论纷纷祝贺2人在一起，还有人劝傅明哲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把他拿下，指导附近哪里酒店的氛围好。我忍不住嗤笑。这些年傅明哲一直被我压一头，他一直以为把我整得声名狼藉后，他就能站在我的身上功名成就，但他似乎忘记了，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荣誉和爱情到不清楚，官司和手铐肯定是少不了的。我毫不犹豫将整理好的证据和材料一起打包发给律师。不仅是今天的比赛，其中还有一份对宋婉的索赔。之前我担心他过得委屈，所以专门给了他一张副卡，而且从来没有查过他的账。可直到刚才整理银行卡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年宋婉每个月都在花重金给傅明哲送礼物。那年我因为长期泡水，视网膜脱落，需要做手术，交手术费的时候却发现卡里没钱。宋婉当时神情飘忽，说钱都存了，基金取不出来。我本以为他是怕我责怪，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当晚就给傅明哲提了一辆车。我又给银行打了通电话，将副卡冻结。没多久，宋婉便打来电话，我毫不犹豫选择挂断。本以为宋婉又要闹脾气，把我的联系方式都拉黑，2天不回家，等我去跟他道歉。可谁知傍晚我还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就气冲冲地回了家。沈宋，你冻结我银行卡干什么？你知道我买东西结账的时候有多尴尬吗？当初不是你说卡随便给我用吗？现在说话不算话了。我看他理直气壮的模样，感觉好笑。我是说过把卡给他用，我对钱没那么在乎。这些年宋婉眼都不眨的给自己买上万的包和化妆品，我都觉得理所应当，钱没了再赚就是了。作为男人，首要的就是不能让女友委屈，但这不代表我愿意被当成冤大头，让他去养别的男人。可我懒得跟他争辩，仍低头收拾着东西。他大概觉得我情绪稳定，没察觉到什么不对，不耐烦道：算了，这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你把卡解封，老板还等着我付钱呢。我头也没抬，你先垫上吧，我现在没时间。宋婉闻言差点跳起来，你开什么玩笑？我哪来那么多钱？你明明知道我早就辞职了，这些年一直在照顾家里。听他这么说，我几乎要笑出声。在我小有名气后，宋婉就嫌弃工作太累，辞职留在家里，嘴上说是为了照顾我，可事实上家务是我做的，饭菜是我烧的。每次回家，他不是在逛街，就是在美容，或者私下和傅明哲约会。我以前爱他，从不戳穿，没想到反倒真让他认不清自己了。我情绪仍然平静。那你让傅明哲付，他又不是没钱，我请他吃饭，怎么能让他掏钱？
宋婉毫不犹豫驳回，说完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说漏了嘴，脸色刷得变得煞白。我假装没听到，正好行李也收拾好了，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宋婉这才发现不对，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要去哪儿？我淡笑，出去找房子，这套房子留给你，房租交到了年底，你要住就自己交房租，不住的话就自己退一下，押金也归你。宋婉惊愕地望着我，你什么意思？你真的要跟我分手？不等我说话，他厉声朝我吼道：沈宋，我没答应跟你分手，谁让你自作主张分手的？就因为我和傅明哲吃饭吗？我那是上次和他玩游戏打赌输了，所以才答应请他一顿饭的。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这么小气？不信的话，我让明哲跟你解释，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说着，宋婉径直拉开门，傅明哲站在门口，或许也没想到门会突然打开，略有些尴尬。宋婉并未察觉到，将刚才的经过简单说完后，有些生气地朝傅明哲道：明哲，你帮我解释一下。傅明哲眼珠转了转，走到我面前：沈宋，婉儿说的是真的，我们之间很清白，你别多想。小婉陪你这么多年，你怎么忍心跟他分手的？更何况小婉是陪着你从籍籍无名到现在的，你现在和小婉分手，知道的人是觉得你们感情破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嫌弃小婉了呢。宋婉脊背一僵，眼神直直地盯着我，眼眶还有些泛红。沈宋，你是不是有新欢了？我们当初说好的，你永远不会辜负我。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要给我一笔财产补偿。我忍不住嗤笑。傅明哲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沈宋，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说着，他面不改色，却狠狠地朝我的锁骨用力地掐了一下。我一把将他推开，根本没用多大力气，傅明哲却踉跄地后退2步，一下摔倒在地，捂着腿直吸冷气。好疼，我的腿好像断了，怎么办？我好不容易才有点起色，以后还怎么潜水？宋婉心疼的立刻上去扶，看着傅明哲，满眼心疼，随即气恼地朝我大吼：你疯了？你知道潜水对明哲意味着什么吗？你这是毁了他。看着他维护傅明哲的模样，我感觉心寒。他分明也知道潜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却还是毫不犹豫毁掉了我。见我不说话，他更气了，拿出手机威胁我，如果不道歉赔偿，就要报警，让警察来抓我。恰好此时，几个身穿警服的人出现在了门口。宋婉愣了一下，指着我刚要说什么，警察却毫不犹豫出示证件，淡声道：宋婉是吗？有人报警告你和傅明哲蓄意杀人，麻烦配合跟我们走一趟。你们谁报的警？不等宋婉反应过来，警察又问。我站出来：是我。宋婉这才仿佛缓过神，神情怔愣，下意识地朝我看过来。傅明哲也有些慌了：沈宋，你怎么能报警呢？小婉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女朋友，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宋婉也是满脸委屈，好像刚才嚷嚷着要报警抓我的人不是她似的，看得我只觉得好笑。我对她所做的都不及她对我所做的1/10，我还没觉得委屈，她反倒觉得委屈上了。警察要带他们离开，傅明哲连忙解释，他们是男女朋友，开玩笑的，不是真的想报警。宋婉也匆忙跟警察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玩笑。警察皱了下眉，刚要说什么，我出了声，嗓音铿锵有力：没开玩笑，我就是要报警，告他们蓄意杀人。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交给了律师，无论宋婉是不是我的女朋友，我都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宋婉闻言脸色惨白，
几乎是不可置信地朝我看过来。沈宋，你真的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就因为这次比赛的事情吗？可你不是也没事吗？闻言，我忍不住笑了。以前便是如此，宋婉无论对我做什么，只要没超出我的底线，我便不会跟他计较，只会默默忍受。长此以往，他便觉得只要我没事，他随便可以怎么伤我。我不想再跟他争执，只淡淡道：那如果这次毁掉氧气瓶的人是我，当时在海里差点死的人是你呢？你还会这么想吗？还会觉得我过分吗？所以这件事没得谈了是吗？宋婉径直朝我质问，他向来不会换位思考，对于他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这点，我也并不觉得意外。不等我说什么，这时一旁傅明哲眼珠转了转，匆忙朝一旁的警察问道：沈宋对我们也有人身伤害的事实，这件事我们是不是可以私下解决？警察思索片刻，点了点头。傅明哲松了口气，立刻道：沈宋，这件事我还是劝你好好想一想。你刚才伤了我的腿，真要报警，你也未必能占得到便宜。这件事就算我们扯平，别再闹得这么大了，行不行？宋婉冷笑一声，朝傅明哲道：明哲，不用再跟他说这么多了，他不会听的。他现在的理不饶人，只想把我们送进去。语调阴阳怪气，我知道他这是在激我。以前他没少这样，在我们争端到白热化的时候，他便会阴阳怪气地激怒我，达到他的目的。我早就麻木了，已经不吃他这一套了。可很快，我的脑子里有了主意，闪过几分念头，只要赔偿到位，也不是不能私下解决。傅明哲松了口气，宋婉脸上也露出几分得逞的笑容，眼神仿佛在说：我就知道你会吃这一套。似乎是觉得自己拿捏住了我，他的眼神也高傲了几分，冲着我冷哼一声，整的借口冠冕堂皇的，原来是想要钱，早说不就好了，还要兜这么大圈子，让警察也跟着跑这一趟，多辛苦。傅明哲眼里露出的不屑，显然他和宋婉的想法是一样的，可他仍维持着表面的平和，笑着道：小婉，也别这么说。沈宋，你说个价吧，要多少赔偿？只要合适，我们都能给。我将手伸出来，比了一个5万啊，好说。傅明哲干脆地笑道：500万。傅明哲脸上的笑容皴裂，宋婉尖叫一声，差点跳起来。500万？沈宋，你疯了？你这是敲诈！一旁的警察也忍不住朝我提醒，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合规矩的。我朝他道了声谢，说明自己清楚这件事情，接下来会跟他们解释。随后看向傅明哲，他不仅不慌，反而喜闻乐见。从刚才他就料定我不敢要太多赔偿，毕竟警察在这里，再加上我没有出事，价格越高越容易被驳回。但他似乎忘记了，这笔钱是完全合理的。我拿出手机，调出一个界面，见状，宋婉和傅明哲都愣在了原地。界面上是一份消费清单，是这些年宋婉刷我的卡，给傅明哲买礼物的记录。他给傅明哲买的东西都价格不菲，纵然单个的数额不是很大，但零零总总加起来已经高达400多万。前段时间宋婉在网上抹黑，导致我工作被辞退，赔偿我2个月的工资20万，应该不过分吧？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一共加起来521万，抹个零，就当是抵掉傅明哲刚才腿摔伤的赔偿了。我将证据和算好的数字递到他和警察的面前，警察见状没再多说什么。宋婉和傅明哲的眼神里都没有了刚才的嚣张和狂妄，脸色隐隐有些发青。半晌，宋婉发怔地看着我，
从嘴里挤出几句话：“你查我的账？你之前不是说过很信任我的吗？”沈宋，你说话不算话。我没说话，或许正是因为我信任他，他才会毫无顾忌。确实，如果不是这次的意外，我大概永远不会查他的账单，也永远不会知道他这些年背着我为傅明哲做了什么。但我不想争辩，任由他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笑道：“私下解决的要求我也说完了，赔钱还是把事情闹大，你们可以自己选。”傅明哲朝宋婉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小婉，500万而已，这件事情还是别闹大了，把钱给他吧，我都无所谓。但你是女人，我不想让你受苦。”嘴上说的冠冕堂皇，但我心里清楚，他不想给自己惹上这种麻烦事。前2天，他刚拿到潜水比赛的冠军，出了风头，正是事业上升的好时机。如果爆出黑料，还没捂热的荣誉自然就飞了。再加上他的腿显然是装的，即便做伤情鉴定，也根本动不了我。无论怎么算，跟我硬刚都不划算。宋婉咬了咬牙，有些不甘心，但沉默了2秒，也点了点头，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下头男，赔就赔，赔了这笔钱，我们就真的结束了。他语气强硬，但很快他就强不起来了。我将银行卡递过去之后，宋婉转手自然地将卡递给了傅明哲。傅明哲蓦地愣了一下：“你给我做什么？”宋婉表情尴尬，低声解释道：“明哲，你知道的，我已经不工作好几年了，这笔钱只能你来付了。”傅明哲唇角茶不可及地抽搐了一下，他勉强维持着笑容：“小婉，我身上也没多少钱，更何况是这么一大笔钱，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宋婉似乎没想到他会这么说，闻言怔在原地。可是你工资提成包括奖金都不低，而且这些年你也没什么花销。不等宋婉说完，傅明哲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是故意在骗你吗？”“不是的，我……”宋婉有些慌乱，模样卑微。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向来给他最大的尊重，从来不舍得看他这副模样。可此时，我的内心平静，丝毫没有任何异样。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选择尊重。傅明哲似乎也不想撕破脸，朝他低声安慰道：“我最近真的拿不出钱，你想想我这些年什么时候骗过你？”宋婉沉默着没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傅明哲又朝我保证道：“沈宋，我最近手头有些紧，这笔钱我分期付给你，绝对不会亏欠你，行吧？”我毫不犹豫：“不好意思，我不接受分期。”傅明哲皱了皱眉，又看了眼宋婉，似乎想让他说情。我本以为宋婉会像以往那样替傅明哲说话威胁我，可谁知他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情绪复杂，不知道在想什么。“小婉，你说句话呀！”傅明哲忍不住催促。宋婉抿唇，转头看向傅明哲，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毫不犹豫地朝他问道：“傅明哲，当初我送了那么多的礼物，除了第1次外，每次出去吃饭都是我请客，你的手里怎么会没有钱？你说实话，是不是不想还这笔账？”傅明哲被戳中了心思，有些恼羞成怒，但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还是将怒火压了下去，低声哄道：“怎么会呢？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小婉，我们就别内讧了好不好？现在要一致对外才是。”宋婉仍然有些沉默，却没再说什么，抬眼看向我：“我手里有一套房子，现在市场价值200万，先抵给你，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了。实在不行，你就让他们把我抓走吧。”他语气决绝，眼神却充满了复杂。我内心嗤笑，
这套房子是宋婉的爸妈留给他的最后一件遗产，他向来是做生命，就连我们最难的时候都没有把它挂到市场。现在宋婉为了付明哲，就这么拿了出来。我没推辞，收下房产证件，让他签下抵押的字条和欠款的白条后，和警察说明了缘由。得知私下解决后，我们双方去警局补充笔录、销案。准备离开的时候，宋婉却叫住了我：“沈宋，我们真的没办法再回到过去了吗？”他的语气微妙，竟隐约有挽回的意思。我不由得有些诧异，但出口时语调却一如既往的平静。你说呢？宋婉不再说话了。我从出租房搬了出去，想着反正工作也丢了，便干脆给自己简单放了几周的假。2个月后，关于我的舆论也平息了。我的手里还有一些存款，再加上宋婉每个月按照之前约定的那样给我打钱，卡里虽然没那么多钱，但也不算太狼狈。我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生活费，剩下的一部分投资到一家俱乐部，另一部分买了股票，想着如果赔了就当是花钱去晦气。结果刚买完股票的第2周，股市大涨，我大赚一笔。我拿盈利的钱自己开了家俱乐部，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谁知没过多久，俱乐部开始频繁遭遇投诉。刚开始以为是巧合，我还专门花费精力整顿，可后来逐渐发现不对劲，那些人似乎是有备而来，像是受到某种挑唆之后故意来找事。紧接着还有人往我的店前送花圈、扔垃圾、泼油漆。我立刻查明情况，果然没多久便顺着查到了宋婉和付明哲的直播间。直播间里2人一唱一和吐槽自己被刺的视频，他们本就有一定名气，靠着故事又吸引了一大批粉丝。不少网友开始不满足于听故事，纷纷问被刺他们的人是谁。很快有一个陌生小号扒到了我，付明哲点了个赞，网友们顿时群情激愤，扒到了我的信息，开始了这场替付明哲报复的闹剧。我坐在俱乐部的顶楼，看着2人的视频，出乎意料的冷静。他大概觉得我会报警，但这次散播谣言的人虽然是他，做出行动的人却是这些被冲昏头的网友。就算我报了警，警方也不会拿他怎么样，到时候场面大乱的时候，他反而还可以浑水摸鱼。想得很好，可我偏偏不会让他如愿。想明白之后，我沉思了半个小时，收集好证据后发给了他的对家，其中包括他承认比赛作弊和怎么连同宋婉对付我的录音。本来只想着解一口恶气，可谁知他对家不仅行动速度快，就连能力也超乎我的意料。他们手里竟然真的握了一个宋婉偷偷摸摸动我氧气瓶的完整现场视频，从角度看应该是偷拍的。证据一出来，反转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付明哲他们的直播间被网友席卷，不仅在直播间贴脸骂，而且所有的带货都刷负分，导致没有商家再敢和他们合作。甚至就连付明哲所在的俱乐部也提出了解约声明。付明哲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要赔付一大笔违约金。不少曾经骂过我的网友纷纷跑来我的微博下道歉，嘴里喊着心疼。俱乐部的会员也与日俱增，我银行卡里的数字也越来越长。当晚我接到了宋婉的电话，他的语气里很是疲惫和无奈。沈宋，你为什么非要这么赶尽杀绝呢？我被他逗笑了。照你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他有些心虚，可仍然在嘴硬。明哲没有指名道姓，只要你不把事情闹大，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就算你直接跟他联系也可以，
可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死对头呢？那些人巴不得他跌入深渊，永远都爬不起来。最后，他深吐了一口气：“我跟你道歉，就当是为了你自己，为了能让我们顺利把钱还给你。你别再把事情闹大了，行吗？”如果我没记错，这好像还是他第一次向我道歉，却还是为了傅明哲。我本不想再理会他了，可最后还是没忍住，朝他道：“宋婉，你跟傅明哲在一起变化还真的是挺大的。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即便再穷，我有拿钱逼过你吗？有说让你为了钱去妥协什么吗？那次做手术，他找借口拿不出钱，我也一句责骂都没有，强撑着用自己几乎要瞎掉的眼睛，给通讯录里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低声下气的借钱筹手术费。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记得。”宋婉哑言，对面迟迟没有说话声。见状，我也没再多说什么，直接挂断电话。俱乐部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走上正轨。我因为身体不舒服，抽空去了趟医院。前些年，为了给宋婉好的生活，为了能够顺利的买房买车，我不要命的熬自己的身体。好在等检查出来后，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况，只是有些劳累过度。结果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又遇到了宋婉和傅明哲，两人之间气氛凝重，剑拔弩张，似乎在吵架。为什么非要把孩子打掉？你是不是心里还是想着沈宋？等我走近，我听到傅明哲歇斯底里地质问宋婉。我朝宋婉看过去，果然看到她的小腹有些隆起，但感觉还是有些晦气。都已经分手那么久了，没想到吃瓜还能吃到自己身上。宋婉同样撕心裂肺，孩子跟着你还有出路吗？我们现在的情况你还没看清吗？现在我爸妈留给我的遗产还在沈宋手里，你说要帮我拿回来，可现在呢？你连自己都要保不住了。傅明哲，你怎么能这么没用？或许是没用这2个字戳到了傅明哲的心。宋婉话刚说完，他已经一巴掌甩了上去。死人的东西，你在这儿跟我鬼叫什么？死人难道比活人还重要吗？宋婉被打得脸偏了过去，原本白皙的脸颊瞬间红肿。或许他也没想到傅明哲会动手，只愣愣地待在原地，一时间看着有些茫然。傅明哲向来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在他们相处的时间里，宋婉估计也只看到了他伪装的一面。这样子的他，自然让他感觉陌生。我相信他现在已经后悔了。傅明哲骂了一句脏话，指着宋婉的鼻子：“还不是你自己没脑子，害得我跟你一起受罪。我没用又怎么样？你不照样还是跟着我？沈宋有用，你看他现在还要你这种疯婆子吗？”傅明哲毫不犹豫，挑最疼的话朝宋婉的身上扔。宋婉肿着一张脸，呆愣地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回过神。不知是直觉还是什么，他突然偏过头，我和他四目相对。不等我回神，他突然仓皇地转过视线，随即一巴掌狠狠地挨到了傅明哲的脸上。他语气清晰，一字一句：“是我瞎了眼，他就是比你强，任何方面都比你强，就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是他的。”这话一出，傅明哲像是被激怒的豹子，再也忍不住，一脚踹在了宋婉的肚子上。宋婉惨叫一声，后退2步，跌倒在地，血从他的双腿间汩汩流出。傅明哲却还不解气，又要动手。好在医院里有好心人看到这边的状况，立刻上前死死地拦住傅明哲。几个人合力将傅明哲摁在了地上。宋婉面无血色，被送进了急救室。被送上车的时候，他如死灰般的眼神紧紧地望着我的方向，眼角仿佛有液体流了出来。换作以往，
我哪舍得让他受这种委屈？可现在，即便是这样，我也只觉得有些晦气。孩子显然是他为了气傅明哲，故意说是我的，但他似乎不明白，我根本不愿意插手他们的任何事情。就算是拿我做挡箭牌，也只会让我觉得恶心。傅明哲被人送进了警局，宋婉作证出庭，将傅明哲告上了法庭，证据确凿。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傅明哲欠了不少债务，勾搭宋婉，就是想要让宋婉做这个冤大头。宋婉无情地向他索赔这些年花在他身上的钱，傅明哲自然拿不出来，最后被判5年，家产全部没收。宋婉将值钱的东西卖掉，不值钱的也卖了废品，最后将卖来的10几万打到我的卡里，然后便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没理会。俱乐部成立的第3年，我全款买下一套市中心的房子。交房那天，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脚下低矮的高楼大厦，内心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这是我当初许诺要给宋婉的，小区也是当初我们看好的。原来我们马上就要奔赴这个美好的未来了。可惜他在中途选择了放开我的手，不等我多想，这时一双好看的手环住了我的腰。想什么呢？即将要和我举办婚礼的未婚妻笑着朝我问道。我回头看着那双干净好奇的眼睛，淡笑，在想你会怎么装饰我们的家。这套房子在看之前，一直是他在陪着我，无论是楼层还是房子的位置，他都是挑选的我的喜好。我垂下头，看着他脸上盛满笑容，喋喋不休地朝我说着规划中的样子，在他的每一个细节里都有爱我的影子。紧接着，我看到他的身影泛出的光芒，笑容微微凝了一下，之前始终困扰我的疑问终于有了解答。当初宋婉身后的光，原来是我眼里的光芒。我们结婚那天办得并不轰动，但来的宾客也很多，送来的礼物几乎落成了一座小山。晚上整理礼物的时候，妻子正拆着礼物，却突然大叫，惊呼出声。我着急赶过来，这才看到面前的礼盒里放满了皱巴巴的上百元的红色钞票。我刚才拆开就看到这个，但也没写是谁送的。谁会送钱啊？好奇怪，是不是送错了？妻子疑惑不解。我没说话，翻了翻，结果从下面找到一张纸条。对不起，新婚快乐。我内心了然，但笑着安慰妻子，没送错，是之前欠我钱的人送来的。妻子诧异，那他现在还清了吗？你现在点一下。不用，我点了点头，还清了。他已经接受了制裁，这个荒唐的闹剧也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